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中，垒着一个平平常常的狗窝，而在这个狗窝里，则住着一只随处可见的可爱黄狗。同样普通的主人和它相伴，过着平淡而充实的生活，但却怎么也想不到，这样的日常却在一天被突然打破。狗窝中居然传出了丝毫不平凡的喵喵叫。为什么小猫会住在狗窝中？狗狗又是怎么对待小猫的？故事的主角是住在韩国某村的一户农家，和其他农家一样，他们养着一只健康强壮的大黄。虽然并不名贵，但在主人心里，它却是无可取代的。因为这只大黄既能看家护院，也对邻里非常亲切，对待同类和其他小动物也非常温柔，是个既忠诚又温暖的大黄。因此主人也非常放心让它一个人出去，除了每天看家时被拴住，其余的时间都在外面自己玩。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都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平淡的日子过去了很久，似乎不会再发生任何波澜。但在一个普通的清晨，却发生了令主人们意想不到的事，彻底扭转了这户人家的平静生活。这天清晨，主人一如往常来到狗窝，为大黄添食添水，但此时大黄却显得非常心虚，还用自己的身体护住了身后的窝。因此主人尚未察觉到什么异常，但紧接着从窝中传来了叫声。主人不敢相信自己听到了什么，便竖起耳朵继续等待。他没有听错，窝中确实传来了叫声，而且这叫声并不是大黄的，反而是来自小奶猫的声音。这下主人可惊呆了，他赶忙向大黄的窝中看去。这一看不得了，窝中居然真的躺着一只小奶猫，此时才刚刚睁开眼睛，正在向窝外发出呼唤。主人又惊又喜，没想到自家的大黄居然偷偷地照顾着一只小猫。但这么大的小猫还要靠奶水生活，大黄又没有怀孕，到底是哪来的奶水呢？确认小奶猫的情况一切正常后，主人便开始检查大黄。不出所料，大黄确实没有怀孕，但小奶猫又确确实实吃饱了奶水，这一切都是个谜团。小奶猫究竟为什么会跑到大黄的窝中？大黄又是哪来的奶水喂它？难不成是猫妈妈每天晚上偷偷跑来，用自己的奶水喂养吗？怀着这个疑问，主人在大黄的窝中装上了监控，希望能够看到事情的真相。时间很快到了晚上，大黄带着奶猫回到了窝里，小猫马上钻进大黄的怀中，迫不及待地寻找着乳汁。看到焦急的小猫，大黄也温柔地舔着小猫，为它清理身体。但接下来的一幕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因为小猫的确在大黄的怀中，一边采着奶，一边美美地吃着奶水。看来这几天真的是大黄在给小猫哺乳，这一幕让主人啧啧称奇。但问题也同时出现了，早上检查的时候，大黄确实没有怀孕。虽然他将小猫视如己出，精心照料，但没有的东西就是没有，它究竟是怎么变出奶水的呢？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又对大黄进行了检查。这一检查不得了，虽然并没有怀孕，但大黄确实已经有了奶水。难道是因为这场跨越种族的母爱，才让奇迹发生？凭空出现了源源不绝的奶水。经医生检查，他确认大黄不仅没有怀孕，甚至连男朋友都没有。而最为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母性的出现，让大黄以为自己有孩子了，刺激了他喂养小猫的欲望，身体也就分泌出了奶水。知道真相后，主人马上为大黄煮了一锅肉汤。虽然它并没有产子，但哺乳对身体也是很大的消耗，因此一定要好好补补，让大黄更好地履行身为母亲的使命。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我们常常能够看到不同的动物去抚养异类的孩子，并将它们视若己出。与人类不同，它们并不是在养宠物，而是将这些弱小无助的生命
真正视为了与自己平等的存在。在这些动物的身上，我们能够学到的还有太多太多。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养猫，为此，很多人甘愿沦为猫奴。我们都知道，猫咪非常乖巧，并且它们通人性，所以它们成为了人类的好朋友。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它们善良而感动。这只小猞猁失去了父母，刚出生的小家伙成为了一个孤儿。因为刚出生的小猞猁需要哺育，人们将它救下后就带来给母猫喂养。毕竟不是自己的孩子，本以为母猫会嫌弃它，可没想到母猫见到它非但没有嫌弃，还把它搂到自己的怀里，给它梳理毛发，清理身体，像一位母亲对自己孩子那样对它进行爱抚。可能因为害怕的缘故，从救下它以后，这只小猞猁一直不停地叫着。可能人们把它交给母猫后，或许是感受到了温暖，它居然奇迹般的不笑了。没过多久，它就在母猫怀里睡着了。这只母猫刚生产不久，它的孩子都被人领养了。孩子们都离开自己以后，它非常伤心。所以当人们把这只小猞猁带到它面前的时候，它就把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并对它进行喂养。从这以后，猫咪当起了小猞猁的妈妈，每天帮它舔毛，对它进行哺育。小猞猁也把猫咪当成了自己的妈妈，它会自己在猫咪身上找奶喝，会爬在猫咪身上玩耍，猫咪也不会生气，任由它胡闹着。每次小猞猁玩累以后，它都会自己爬到猫咪怀里睡觉。因为之前孩子都被送走了，导致猫妈妈留下了心理阴影。每次小猞猁睡觉时，猫咪会把它紧紧地搂在怀里，生怕别人把小猞猁带走。小猞猁在猫咪的喂养下健康地长大了。虽然是两个不同物种，但它们每天形影不离。再加上它们都属于猫科动物，所以在交流和沟通上没有太大的障碍。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猫咪和猞猁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它们像一对普通的母女那样，每天在一起打闹玩耍，相处得非常融洽。但终究它们是要分离的。小猞猁一天天长大，它的体积都比猫咪大了许多，已经不需要猫咪喂养了。而且猞猁是保护动物，人们怕它活不下来，才将它交给猫咪喂养。分离的日子总是很快。这天，动物管理员的人来到家里，他们要把猞猁带到动物园里。猞猁不肯离开它的猫妈妈，在工作人员手里挣扎了许久，但最后还是被带走了。猫咪只能无奈地看着猞猁被带走，它又失去了一个孩子。失去孩子的猫咪整天郁郁寡欢。主人看到猫咪非常不忍，于是联系到动物管理员的人，将猫咪带到这只猞猁所在的动物园。时隔多年后，小猫咪和小猞猁终于重逢了。他们看到彼此非常开心。小猞猁像当初那样，让猫咪给它梳理毛发，但它的体积早已比猫咪大上了许多。它把自己的猫妈妈搂在怀里，像当初猫咪保护它那样。看到这一幕，主人和工作人员非常欣慰。从这以后，主人经常带着猫咪来到动物园看望猞猁，每次见面他们都很开心。猫咪不再郁郁寡欢，终于开心起来了。母爱是这个世界上最真挚的感情。然而不仅仅只有人类才拥有这些打动人心的感情，不少动物也同样有这样的感情。有时候它不只以血缘关系维系才能存在，不同物种之间存在的亲情也同样让人泪目。这天，一名动物园工作人员意外捡到了3只流浪的小猫咪。这3只流浪猫看起来只有几个月大，还正处在哺育期，没有断奶。因担心它们无法独立生存，便决定给小猫咪们寻找一位正在哺育期的猫科动物，作为它们的临时妈妈。这时，工作人员看中动物园中的一只猞猁，动物园决定让猞猁来抚养3只流浪猫。虽然这只猞猁性情温和，但猫和猞猁总归是不同的品种。猞猁是否愿意哺育小猫咪，
会不会伤害小猫咪，他们心里也是没有底的。但为了小猫咪能够生存下去，他们决定试一试。他们将小猫咪带到猞猁面前，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只猞猁非但没有伤害小猫咪，还欣然接受了3只小猫咪。他们相处非常融洽。在猞猁妈妈的照顾下，原本瘦弱的小猫咪没过多久就长得圆圆润润的。而现在小猫咪活泼可爱，工作人员发现小猫咪身上居然有猞猁的风范，小猫咪走路的姿势和眼神都和猞猁非常相像，这让工作人员哭笑不得。没想到猞猁竟然愿意把小猫咪当成自己的孩子抚养，或许这就是跨越种族的母爱。有时候动物间的亲情比人类更为真挚，令人深受感动。没人预料到这只猫病了，而这只猫竟然被一只猫头鹰收养。然而，这场违背所有它们天性的不可思议友谊，几个月后导致了一场毁灭性的事件。加布拉是一只来自西班牙的猎鹰猫头鹰，它曾经被主人乔迪训练过。乔迪曾经教农场的猫头鹰如何在农场环境中派上用场。啮齿动物如地鼠每年都会减少宝贵的食物，这些猫头鹰是农民用来驱赶这些小动物的。这是一种古老的方法，如今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但乔迪已经加布拉训练成为业内最优秀的猫头鹰之一。这只猫头鹰有着柔软的棕白色羽毛，大大的棕色眼睛和凹陷的鼻子。它在西班牙南部东侧的瓦伦西亚地区广泛使用，并在农民中间成为了一种地方明星。加布拉训练有素，工作纪律严明，但多年的经验无法阻止他友好的一面，这在他走到哪里都闪现出来。似乎比起工作，猫头鹰更喜欢与农民和其他动物社交。只要事情能够完成，乔迪并不介意，但这种友好却导致了乔迪和加布拉生命中最毁灭性的事件，只是他们还不知道而已。这一切始于有一天，加布拉发现了一样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他们正在一个距离他们家1小时车程的农场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农场。加布拉正在帮助教导农场中遥远位置上的宠物猫头鹰。就在那时，加布拉偶然发现了灌木丛中躲藏着的一只小黑动物。猫头鹰从空中注意到了它，违抗了乔迪的呼唤，把目标锁定在这个奇特的生物身上，而不是回到主人身边。这是不寻常的。当乔迪追上来时，他意识到那是一只孤独的小黑小猫。他被加布拉的到来吓到了，趴在地上呈现出屈服的姿态。可是，一旦乔迪走近，他立刻走到他身边，用头顶来迎接他，立即得到了轻抚。地主说他不知道这是谁的动物，据他所知，他的农场从来没有猫。在逐家逐户敲门询问后，很快就清楚了，这只小猫没有主人。而在旅途中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小猫爬到了加布拉的笼子外面，轻轻地抓着外面寻找进入的方式。通常情况下，猫和鸟是天敌，不仅小鸟会被猫捕猎，而且大鸟如猫头鹰和老鹰也会攻击野生猫。这种敌对关系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然而，奇怪的是，加布拉和这只小猫似乎有一种相互尊重的关系，即使猫头鹰对此有点迟疑。由于没有其他人能够接纳这只小猫，乔迪决定收养它，发誓尽其所能照顾它。他给它取名为范，成为了2只非常有趣宠物的自豪的主人。回到他们的农场，小猫继续建立他们的关系，然而他们仍然对彼此保持谨慎。似乎加布拉永远不会完全信任范，当他靠得太近时，总是告诉他退后。加布拉是一只友好的鸟，但有时它的基本本能会再次发作，
告诉他要小心。尽管猫很小，但它已经有了能够撕开肉块的锋利爪子，它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它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留下来，从未有时间发展生存技能，但作为一只野生猫，无法预测它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展示的本能。加布拉有时准备以最戏剧性的方式进行反击。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一切在一次灾难性的近距离事件中达到了高潮。乔迪带着他的2只动物散步到附近的湖边，他正在给加布拉进行一些常规训练，天真的决定也带上范，因为范坚持要参与。今天他们正在进行起飞和降落的练习，这是这只猫头鹰工作的重要部分，而加布拉在这方面有点生疏，而小猫在湖边的一个地方玩耍。乔迪和加布拉开始工作，直到加布拉迅速锁定了与小猫一同在下方的农夫的那一刻，他的眼睛睁大，发出微弱的喵声，而乔迪惊恐地看着加布拉加速，似乎准备着在远离他们准备好的降落点降落。一场碰撞似乎是不可避免的。猫头鹰本能可能再次卷土重来，最终占据上风。现在它即将以灾难告终。乔迪喊着要加布拉停下，但他不听，于是他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就在那时，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在最后一刻，加布拉突然向右转弯，离范只有几厘米的地方擦肩而过。猫跳起来，蹦蹦跳跳地去迎接猫头鹰，猫头鹰也同样充满了活泼的加布拉的回应。乔迪的心中突然有了启示，这2个可爱的小动物在玩耍。从那一刻起，清楚地看到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这段友谊。加布拉会轻轻地用头碰撞范的头，它们的头颅轻轻碰在一起，而小猫则以喜悦滚来滚去，对他的新朋友充满了无尽的好奇。范这个名字在加泰罗尼亚语中翻译为烟，这是乔迪原来自的地区。这似乎很合适，因为加布拉在同一语言中的意思是双，而这2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彼此的极端对立。无烟不起火，这与范的个性完美契合。他有点调皮，似乎总能找到进入困境的方式。他不被允许进入房子内外，如果无人照看，他会远离农场。幸运的是，加布拉似乎把范当作自己的孩子，引导他穿越农场。无论何时范处于危险中，加布拉都会保护他。加布拉不止一次吓跑了威胁这只脆弱小猫的动物，因为小猫还太小，无法独立自保。这个小家庭养成了一种常规，范不跟随乔迪和加布拉一同工作，但他们几乎一起做所有其他事情。他们最喜欢的事情是在湖边散步，尽管乔迪似乎不太喜欢这个游戏，但他们似乎非常享受。加布拉和范继续一起玩耍、逗弄、挑衅，整整3年，一切都在这个不寻常的家庭中井然有序。直到有一天，悲剧发生了。在一次例行的兽医检查中，乔迪被告知范生病了，血液检查显示患有严重的肾病。乔迪一开始不愿相信，但多次检查只是证实了他最糟糕的担忧：范终身患病，只剩下几个月可活。无能为力，他为猫的余生感到心碎。在猫的生命的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乔迪、加布拉和范几乎把所有时间都度过在一起。乔迪请假不上班，选择花费积蓄，而不是与他的宠物分开。加布拉似乎也注意到了有些不对劲，他停止了戏弄和挑衅小猫，转而在晚上偶尔提供抚慰。有时在晚上，乔迪会看到他们靠在一起睡觉，范毛茸茸的头塞在加布拉的一只长翅膀下。但这不能持续下去。当最终那一天来临时，范在夜间平静地去世了。
乔迪把他的骨灰撒在附近的湖里，他们过去常常在那里玩耍。小猫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在乔迪和加布拉悲伤了几个月之后，他们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但两者的关系变得比以前更加紧密。工作成为最好的消遣，但每次回到家时，总会感到一种空虚。另外一件事发生了，乔迪自从饭进入画面以来，一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他们不寻常生活的快照，吸引了数千名关注者。当他宣布小猫去世的悲伤消息时，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涌入他的社交媒体账户，发送慰问的信息。乔迪感到震惊，这是多年来他第一次哭泣。他不知道范的故事对那些在社交媒体上关注他的人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他们向乔迪表示祝福，并告诉他他们的故事如何塑造了他们对动物的看法。这个故事向所有人证明了友谊、爱和善良超越了物种的界限。有些人甚至在看过乔迪的故事后被激励去领养动物。因此，即使范的生命在悲剧中结束得很短，他的遗产在世界各地人们的心中继续存在。这是一个苦乐参半的结局。